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牛哥。司法已死啦！之前我们做过中国人为何不信法，今天我想继续讨论民众对司法信任度的问题。台湾社会常出现司法已死，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大家对司法失望呢？我们的司法真的这么不堪吗？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台湾民众不信任司法的前因后果，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该怎么重建对司法的信任。让我们先来讲司法已死这句话的背景。前阵子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卷入了一桩贪污案，检调单位大动作搜索约谈，消息一出，支持人们是非常愤怒，认为这是政治办案，聚集在法院门口高喊司法已死啦来抗议。他们质疑司法系统不公正，被政治操弄，对司法完全失去了信心。那我们对司法的不信任是从柯文哲这个案子才开始的吗？当然不是啊。这起事件比较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多年来累积的司法不信任一下子给爆发了出来。话说台湾在戒严时期，司法是被执政的国民党给牢牢的控制了。那时的法院、检察署说白了就是执政党的工具，要办谁就办谁，很多异议人士被抓去关。当时的名言是选赢过关，选输被关。或是选举时不听话的地方派系，可能就忽然被查税、被起诉。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司法根本就不独立，所以也不会信任司法。1987年台湾解严，开始了民主化以后，情况就开始有所改善了。不过政党轮替以后，司法在理论上就没有单一政党能够完全掌控了。但民主化不等于大家就能立刻相信司法。事实上，很多人对过去的威权司法印象深刻，一时之间难以改观。再加上90年代到2000年，接连出现一些轰动司法的案件，例如冤案，像是江国庆案，又或是司法丑闻。2010年爆出高等法院法官收贿，引起了社会哗然。这些事件都让人觉得，哇，司法问题很多，很黑暗。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民调显示民众对司法的满意度以及信任度一直都不高，甚至有过信任低谷期。像是在2016年前后有调查，发现只有大约30%多的人说相信司法，超过一半的人表示不信任或不满意。当然啦，最近几年政府也努力在做司法改革，像是2017年时任总统蔡英文召开了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专家学者讨论了很多改进方案。司法院自己也很拼，通过了国民法官法，让一般人可以参与审判，强调透明跟亲民。根据司法院的统计，2018年以后，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其实有提升。2022年甚至有官方调查说，有接近60%的人对司法表示信任，创下了新高点。那为什么司法已死又会出现了呢？问题在于信任这种东西建立很慢，但瓦解很快。一两件负面事件就可以让前功尽弃，让大家又开始怀疑司法。而中华民国目前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时刻，一方面改革有所成果，数据显示信任度在回升；另外一方面，一旦遇到了政治敏感案或是有争议的判决，舆论上又是骂声一片，好像司法一点进步都没有。这说明司法改革的成果还没有真正转化为民众的信任感，人民的观感往往会被一些眼前看得到的事情影响更深。那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我们人民对司法产生了这么多的不信任呢？之前我们有稍微讲了，但有些人看完还是不认同，认为我们的司法系统改革得太慢，让大家觉得司法制度不合时宜。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先来说说中华民国的司法改革。回顾我们司法的改革的历程，其实做了不少事，虽然可能跟你阿嬷一样都没有什么感觉。阿嬷，你怎么没感觉？这边让阿牛哥慢慢跟你说说这几年司法改了多少。像是法官跟检察官的人事制度，现在其实跟以前比公平多了。以前可能有人脉关系就升官快，现在还要经过委员会讨论、考绩评鉴，没有这么容易关说。就连审判制度也在改进，刑事诉讼过程更透明，强调无罪推定、律师的发言权等等，减少冤狱。而在2012年以前，法官或是检察官，除非他们真的有重大违法事实，不然根本没办法被人民替换。
不过在2012年上路法官法以后，有机制可以惩罚或淘汰不适任的法官、检察官，不像以前一样几乎是动不了他们了。还有前阵子宣传的很用力的国民法官制度，从2023年开始，让一般人参与合议庭审判重大案件，这可是破天荒的事。过去法院几乎都不让门外汉插手审案的。虽然阿牛哥洋洋洒洒的说了一大堆过去我们曾经做的司法改革，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不说我还以为我们有接到法院的业配的。但还是回到最初的呼吁，为什么大家还是跟末梢血液循环不良的阿嬷一样都没有感觉呢？因为我们还有深层的毛病还没有被解决掉。首先要说的是，司法还是缺乏问责。虽然有法官评鉴制度，但一般民众如果遇到觉得某位法官很离谱，自己没办法直接要求评鉴，就只能靠上级或是特定团体去提，而且成效还很有限。所以大家常常觉得法院里面都是恐龙法官，像是最近中文字的事情就闹得沸沸扬扬。另外，我们的司法有一个令人诟病的，那就是效率问题了。过去我们的司法系统常常会去宣传正义虽迟但到，但大家碰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希望自己的事情进到司法程序以后能够越快解决越好，毕竟多1分1秒，那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再加上我们的诉讼经常会拖得很久，上诉3审5审折腾了好几年，有些重大案件一审判完，过了5、6年还是在上诉，基本上我们的耐心都被磨光了，也对司法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还有一个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侦查不公开这件事。检调单位常常会以侦查不公开来回应一些他们不想要回答或是不想公开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却会发现，明明是侦查不公开，结果新闻媒体得到的资讯有时候居然比当事人知道的还要多，常常会有一种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错觉。侦查本来就应该要保密的，但常常侦查阶段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是为了对嫌犯产生心理压力，又或是很多大人的理由，所以各种消息就会被泄露给了媒体，媒体开始炒新闻，对案件品头论足，搞得满城风雨，最后法院也真的判下去。不论结果如何，都已经有人心中预设，这是被舆论影响的吧，或是检调早泄题了，不公平，所以办案单位自己破坏了威信。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判决不合期待啦、政治办案之类的疑虑，上次都有详细说过，这边就不再赘述了。以上这些原因是司法机关这边需要深刻检讨改进的，有些是制度问题，有些是执行问题。但除了司法本身，其实民众这边的看法以及心理也很值得注意，因为毕竟信任是主观感受的问题。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会产生这些想法呢？大多数的人对司法的信任来自他们日常接触到的资讯以及他们的个人经验。在台湾，不少人觉得司法是不可信的，这背后有几个心理因素在作祟。首先是刻板印象的影响很深，大家应该都听过长辈说有钱判生，无钱判死，意思是只要有钱有关系就能请到好律师，甚至是影响判决，相反的穷人就只能认命了。这句话虽然未必完全正确，但却是深植人心。当一个涉及权贵的案件出现，即使判决合理，很多人还是会直觉反应，你看吧，果然是司法护航。但如果某个有权有势的人，他真的被重判的话，这类人反而会觉得是演戏给民众看的。这类根深蒂固的印象，让司法不管怎么做，似乎都不太讨好。接着是法律的知识落差，让一般民众难以理解判决逻辑。法律本来就很复杂了，很多案件的裁决并不是用常识就能判断的。但问题是，新闻媒体或网络讨论往往不会详细解释案件背后的法律原则，而是用最刺激、最耸动的方式来吸引大家的关注。比如某个嫌犯因为证据不足被无罪释放，法官只是依法裁判，但媒体标题却写震惊杀人犯无罪释放，结果大家一看就怒了，开始质疑法官是不是收了钱，司法是不是烂透了。这种资讯落差让大家对司法的误解越来越深。当然，政治立场也是影响大家对司法的信任。看看我们的司法案件，你支持哪个政党，可能就决定你对判决的看法。
譬如陈水扁因为贪腐入狱，支持他的人会说这是政治迫害，但当马英九被告的时候，换成他的支持者们会说是秋后算账。等到立场对调，双方又会用一模一样的理由来互相攻击。这样一来，司法公不公正，对某些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重点。重点只是我的立场有没有被支持，还有媒体跟网络的影响，更是让这种情绪被推上高峰。现在社群媒体的演算法特别喜欢推送那些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内容，像是看看这恐龙法官又判这种烂判决，司法烂透了这类内容一传再传，让大家觉得司法真的是无药可救。相反的，司法如果正常运作，没有出现争议的话，根本就不会成为新闻。于是负面的印象越积越多，我们司法的形象自然就变得越来越差。最后，世代跟文化的影响也让我们对司法的信任度不高。年轻人普遍对威权比较不信任，他不会因为你是法官就觉得你一定对，而且会要求你要讲道理给我听。但是如果我们的司法界还是维持传统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不愿意跟社会沟通的话，那当然会被年轻人翻白眼。再加上台湾的法治文化还在建立中，很多人从小听到的都是司法很黑，找关系比较实在。这跟一些西方国家从小灌输的法官是正义的象征有着非常大的落差。文化改变是需要时间的，但目前来看，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空间。总结来说，我们对于司法的不信任，并不是单纯因为司法真的很烂，而是受到刻板印象、知识落差、政治操作、媒体影响，甚至是文化背景的影响。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不只是司法体系要更透明，媒体报道、法治教育，甚至社会整体的思维方式都需要跟着进步才是。接下来我们讲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怎么办？要怎么把这种不信任的恶性循环转换成良性循环，让司法已死变成司法重生呢？要让大家重新信任司法，关键在于双管齐下，司法体系得持续改革，我们民众也要有所提升。大家对于司法运作的理解，这两边如果有进展的话，才有可能让司法不可信的印象慢慢改变。司法改革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我在改，我有诚意。像是针对不适任法官的评鉴机制，不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而是真的要让那些判决离谱、态度消极的法官受到惩处，否则改革只会沦为口号而已。另外，透明度的提升也很重要。现在判决书已经可以上网查询了，但对于一般人来说，法律条文读起来就真的像是天书一样。或许可以有更贴心的版本，比如提供判决摘要给不是法律背景的人，让大家不会只靠新闻标题就这样胡乱猜测。另外一方面，让民众参与司法，这也能增加认同度。而我们的国民法官制度其实已经是个进步的尝试了，未来甚至可以讨论进一步的陪审团制度，让市民直接参与决定有罪与否，或许会比法官自己决定来得更让人服气。此外，为了避免政治干扰，一些高度敏感的案件是不是应该交由外县市的检察官让他们来办理呢？像是直辖市的市长涉案，如果是由外地检察官来调查的话，可能就可以降低政治影响的疑虑。当然，司法官本身的态度也很重要。过去人们常会觉得法官、检察官高高在上，但现在已经有一些年轻的司法官开始改变他们的风格了。他们写部落格、开 Podcast、拍 YouTube， 甚至上社群媒体跟大家对话。这些做法能让民众觉得法官也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冰冷冷的机器。但光是靠司法改革还不够，民众自己也需要提升对法律的理解。其实司法院这几年开始推动法治教育，派法官、检察官进到校园演讲，让我们的年轻人从小就对司法有基本的认识。未来这类的活动应该会更多，甚至变成学校课程的一部分。而对于已经出社会的人，则可以透过更亲民的方式，例如制作简单易懂的司法科普短片、图文懒人包，解释常见的法律疑问，比如为什么证据不足就无罪，法官是不是能随意量刑？这些问题如果能用白话文来讲清楚，
很多误会其实就可以减少了。当然，媒体的角色也不能忽视，这也是我们今天存在的价值。现在的新闻经常只报道民众愤怒，但却不解释判决背后的法律逻辑，这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如果媒体能够在批评某个判决的同时，也访问法律专家，让他们说明法官的考量，也许可以让大众对司法的判断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情绪。当然，改变信任这也不是一触可及的事。司法机关需要累积足够多的成功案例，才能够慢慢让人信服。像是当地民众质疑某个案件的时候，司法单位就要比过去更积极回应，该认错的就认错，该澄清的就澄清，把话讲清楚，避免让谣言发酵。过去司法机关太习惯沉默了，这种态度已经不符合现代的时代需求。所以司法真的死了吗？其实还没死，只是生病了，需要治疗跟复健。中华民国的司法体系里面，还是有许多认真的法官跟检察官，他们默默的坚守岗位。只是我们习惯性的只看到少数的负面案例，而忽略了那些做对的部分。因此，与其说司法已死，不如说我们应该在批评的同时，也给改革一些鼓励，给愿意做事的司法工作者一些支持。毕竟，没有司法，社会就只会更混乱。而让司法变得更好，不只是法官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最后，让我们来做个小结。我们之所以不相信司法，有历史的阴影，有制度的缺陷，也有心理的隔阂。要让大家重新信任司法，需要政府、司法圈跟人民共同努力。司法要证明自己值得信赖，人民也要愿意重建对制度的信心。我相信，只要朝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司法已死终将会被司法重生所取代。我们期待看到一个公正廉明又被人民所信任的司法，让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更好的公民社会吧。至于海峡的对岸，其实就需要更多的努力了。毕竟，在我们中华民国开国的时候，著名的宋教仁案，就连当时的总理都是可以被叫来问话的。但是在中共建政了以后，也就不过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律师就从我们的华夏大地里面消失了。一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律师这个职业才又重新回来。但好景不长，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中共当局在多达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的民众以及他们的亲属，部分人士也因此下落不明。如今沦陷区的灾胞们还是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这边请容我向在体制里面仍然挣扎着不放弃的朋友们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希望有一天民主跟法治能够真正回到我们的华夏故土，也让先烈们的100年追求能够被实践。好了，那今天的故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欢迎帮我们按下订阅，并且分享出去。如果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会员，或是按下超级感谢啊。另外，我们第一群已经开放了，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天就是了。我是学习笔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